谢谢大家，我是佩奇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小年夜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相聚。那我今天来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代替前主席，代替我的先生柯文哲，跟多年来支持他的小草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过去对他这么的支持，也希望你们把对前主席的爱继续转移给我们民众党，跟我们现在的国昌代主席，跟未来的党主席。所以这很谢谢大家。那今天来的还有第2个目的是除夕了嘛，我会整理一下先生的一些书桌。那我发现了一个他在过年这一段时间，3、5天跟我相聚的时间，他就每天晚上回来就振笔疾书，他写了很多他对我们台湾民众党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期许跟建议。那我看了，我觉得是蛮珍贵的一个他对我们的一个指导，所以我今天特别把里面还要写了一些，就是希望国昌代主席能够帮他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一份的资料特别带过来，我想交给国昌。那我知道他在这3、5天当中也跑去跟国昌私底下谈了好几个小时啊，我觉得时间很宝贵，有时候也让我很吃味。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也振笔疾书，因为有时候人在对面讲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的很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然后他就回家特别再把它写成一个大纲条列式的，所以我今天就带来给国昌。那我知道主席的字实在是不太好看，也不太好认，然后就有劳他的眼睛，好好的去看他的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在这个主席的书桌上面，去年底到大年初一这一段时间来，他常常很喜欢写一些东西。他有一次说他写到这个中指都有一点那种一条的那个痕迹，所以我把他对我们民众党将来发展的一个期许，他写的东西我把它交给你。那也今天这个小年夜，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民众党最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我把它送给国昌，希望你好好的带领我们的民众党，能够将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谢谢。健康平安，来年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镜子前面已经练习很久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最后一个小年夜，我一定要很坚强，用一个很愉快的笑脸跟大家见面。不过我好像又没有做到了，但是再怎么样，我都还是感谢小草。你们过去还有我们民众党这么多的党工们，过去对民众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贡献，谢谢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在支持民众党。我现在也是一个党员的，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在推着民众党继续在往前进步前进，谢谢大家。很惭愧，本来是应该煮一些东西给大家的，但是我想我来这边应该是也是享用大家的手艺啊。那等一下，我希望说知道大家准备了很多东西，那我等一下会跟到处走走，那尝尝大家的手艺，也跟大家们说声谢谢你们过去几年对柯前主席跟我先生的支持，谢谢大家。那我还是要提醒支持的小草们哦，就一定不要忘记说，主席在去年9月的时候跟我们讲的一些话，在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大家要在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大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忙。我希望这句话大家能够永远都记得。
有一段我们小年夜饭的时间，那我们就在这边聊聊他过去他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很好奇，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北检跟进检串供很厉害嘛所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进检都知道。那有一些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就会问他。比较觉得好玩的是，有一次他不是剃了一个光头出来。很多名嘴都说他为了要抗议什么，我会问他说：“你真的是要抗议什么吗？”他说：“没有啦，就是天气很热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的人家说他拒绝出庭，那天拒绝出庭的时候，我是蛮担心的，因为担心第一个反射动作，我就觉得说他是不是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出庭，不过他确定的是跟我讲说，他说他有一个有经验的室友，就跟他讲说，他说你柯文哲是到底是犯了什么？他说为什么那个北检要传你的时候，为什么都不给你传票？他说有时候那种一大早就是人都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一大早就把他挖起来说走，然后就要叫他上车。那时候他前几次他不知道有这一种权益他就直接跟着上车。然后到了那种北检的外面人家才丢一个传票说，这个就是你的，因为你已经来这边，你已经没有抗议的余地了。后来他的室友提醒他之后，他就知道了。所以有一次北检又要再提醒他的时候，他说你先给我传票，我才要出去。他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权利。结果没有想到法院的法官就是说你柯文哲只是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总统的一个落选人。我要叫你来的时候你都拒绝出庭。如果放你出去的话，难保你会什么逃往海外什么拒绝出庭。他说你被关押的时候都敢拒绝出庭了，你自己在外面的时候难道不会逃跑吗？他说法官是这样讲。那他就跟我讲说，奇怪，他只是一个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平民百姓，跟一般人维持他应有的权利，那为什么法官会这样子写这种裁定文？当然裁定文是被进检露出来了。他说他在里面是比一般的人的人权是更没有的，所以我们一的那个电狗机的运动会是讲说，我们只是要有一般人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法律。另外，其实，在北所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温馨的事情当天出来的时候，他足足比他过去瘦了11.5公斤。他说他有照吃他不晓得什么原因，反正就是瘦了那么多。因为他都吃素居多啦。他常常给这些发菜的一个就是工作人员说你们又不用发肉给我，你就是都给我素食，就吃素的那个素。上面的法官对他这个样子，但是下面的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对他很友善。他说看他瘦成那个样子他说他分到他最后一摊的时候，他还忍不住就夹了2块大肉去放在他的碗里面，让他看一看就说真的就是不太喜欢吃肉嘞。就后来的室友就看到了，就给他讲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筷子都还没有动嘛，我就先把你的肉夹去吃掉好不好？他说好，那这样大家就分工合作，所以他就是负责吃素的，然后肉就是给别人吃这样子。不过在里面他也跟我讲到说一些，我觉得夫妻就是心有灵犀有时候半夜有时候醒过来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不晓得今年经济是何系，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心里很恐慌的，或者说很 depressed， 就是很郁卒的一个感觉。他说他有几个晚上也是一样，突然醒过来，然后就不知道经系是何系。他说那种恐慌就跟他在加护病房一样，就是说病人在加护病房待久了之后，就不知道那个经系是何系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很努力的想要送一些塑胶的一些手表，不过都没有办法送出去。他跟我讲说他在里面他觉得说，他觉得一个人性化的一个原则，应该是让人家更能够知道外界的一个世界，更能够融入一些社会，而不是把人家隔绝到大家都觉得说自己是这么的一个与世隔绝对一些现实都很陌生。他都认为说管理不应该是这个样，他自己给我的一个意见是这个样子。至于我还问他说你那个光头谁帮你剃的？他说不是他的室友，他说是另外一间的一个室友。然后他说他会剃头发，然后剃完之后他说他以前是在宠物店工作的然后他会帮宠物店修剪那个。那我说也不错只要天气很热的时候你这样舒服一点，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对了，我觉得司法就是一个公正最重要啦。
那我觉得说司法要对我们是一个公平的。那我自己在这段时间，以前35年的医生哦，可能不太了解法律，但是这几个月让我领教到了。我最领教到的是一个自己的金流。我后来知道说，在法律上原来是我存款给小孩子的1个礼拜以前，我没有提款的记录，那些钱就是财产来源不明。我说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不过法律上认定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反正1个礼拜的钱就不是陈佩琪的钱了。那我跟我们的阿北讲啊，这年纪还是要蛋白质啊，多少还是要吃1块2块肉就好了。我会转告他，不过他常常叫我说不要送太多，也不要送太频繁。帮他有时候会选那个需求单，又要把我给封锁住，因为他不希望我太累了。陈医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